係食落去個芝士味都好香。印度薄餅嘅鐘啊！而家同大家做一個 room tour。Hello 各位，我又返咗嚟東京啦。今日我會挑戰2間東京嘅長龍店，睇下多人排隊嘅鋪頭係咪真係咁好食。唔想錯過任何片段嘅話，大家記得要睇到影片最後。支持我嘅朋友，請你幫手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 同時都請大家幫手留言，令我嘅影片可以俾多啲觀眾睇到。其實品川站呢度都幾大，而家我哋行緊去呢個商場度食早餐。我哋而家食呢一間餐廳咧叫 Sarah Bear， 佢係一間好出名食美國早餐嘅餐廳嚟嘅。頭先咧我哋都要排一陣隊先至入到嚟呢度食。除咗因為而家咧係食飯時間之外咧，其實有好多外國人同埋日本人咧，應該都專登慕名嚟食呢間餐廳。不過其實佢喺台灣啦同埋東京咧都有唔少分店。今日我哋食呢間咧係東京嘅品川店，佢俾紐約雜誌咧評為紐約早餐女王，所以好多人咧都慕名嚟食呢間餐廳。呢個餐包咗杯餐前嘅嘢飲，我就要咗果汁。我叫咗呢個 signature course 咧，都有包幾多嘢嘅。咁除咗有個餐前嘅飲之外咧，仲有個餐湯，仲有一個 egg benedict。之後咧仲會有一個 pancake 同埋有杯嘢飲。係一個番茄味嘅忌廉湯，好好飲喎，真係芝士會拉絲。而家試下呢個 egg benedict， 即係 egg benedict， 我好驚整爛嗰隻蛋，因為如果啲蛋黃流晒出嚟，感覺上好似會嘥咗佢。我呢個係煙香雲嘅 egg benedict， 佢個底墊咗層包，個包煎到好香脆。呢個餐就包咗個 pancake， 呢個白色嘅應該係 ricotta cheese 嚟。個芝士有少少檸檬味，好好食。嗰個 lemon ricotta cheese 好似一搽上去個熱辣辣嘅 pancake 度就會融化咁樣，真係好好食。推介加200 yen， 一定要叫呢一個檸檬芝士 pancake。仲有杯咖啡，咖啡都好濃，同埋唔係酸味嗰種咖啡，我中意呢種。而家試食呢個 burger。其實佢入邊嘅餡料都係啲好普通嘅 cheese burger， 不過嗰個 burger 肉嘅肉質好豐富，食落去個芝士味都好香。雖然呢度嘅價錢唔算平，但係啲嘢食都真係幾好食。大家可以避開 lunch time 嘅高峰時間嚟，唔使排太耐隊嘅話，都幾值得一試。品川係一個日本本地人好常去嘅車站，附近都有好多打工仔返工，所以呢度都有好多俾上班族買 lunch 嘅地方。除咗啲超市會整啲飯盒出嚟賣之外，都會有好多麵包店同埋咖啡店。除咗4樓有啲唔同類型嘅餐廳之外，3樓都仲有一個 food court。商場入面仲有一個伊勢丹品牌嘅大型超市，喺日本嚟講都算係一個比較高級啲嘅超市，裝修好靚，我都入咗去行咗陣。超市入面都有好多魚生刺身壽司，如果大家係住喺附近嘅酒店，都可以喺呢一個超市度買啲嘢返去酒店度食。平時我嚟東京通常都會住啲熱門啲嘅地區，例如好似新宿或者係涉谷，但係因為今次我要去市集嘅關係，都會考慮埋交通時間。如果我住新宿嘅話，每一日出入就要坐1個鐘頭電車，所以今次我嚟到日本會住喺品川區嘅五反田。其實品川都係一個好大型嘅車站，除咗係好多電車線嘅交匯點之外，連新幹線都有站。如果大家係搭飛機去到羽田機場，好方便就可以去到品川車站啦。嚟緊呢，我去東京做嘢咧，會去一個比較遠少少嘅地方，所以我今次揀咗五反田呢個地方嚟住。但係咧，我都未住過呢個地區，所以我而家要揾下有啲咩酒店喺嗰度。
我啱啱發現今年星野集團喺4月嘅時候咧，喺五反田開咗間新嘅 OMO 5酒店。我今次去東京諗住試下，不過佢嘅價錢咧都唔平嘅，要成14,000yen 一個人1晚。即係話如果我2個人嘅話咧，就要28,000yen，即係差唔多成1,500蚊港紙1晚。平時咧通常我訂酒店咧我都會用 trip.com 嘅，但我最近發現咗一個咧可以訂酒店更加抵嘅方法。就係經 Shopback 呢個網購現金回贈平台，再拎去 trip.com 訂酒店，就可以賺到額外嘅現金回贈。以新客戶為例，每晚酒店1,500蚊，有20% 嘅現金回贈，即係話足足可以 cashback 到300蚊。如果你 book 5晚，就等於 free 1晚咯。除咗 book 酒店、買機票、租車、預訂旅遊景點行程同埋買旅遊保險，全部經 Shopback 去到 trip.com 訂都可以有額外嘅現金回贈。賺完現金回贈，仲可以隨時將啲錢轉翻去你嘅銀行戶口，加埋信用卡本身就有嘅優惠，賺下，隨時賺到一個 trip 嘅旅費翻嚟。我身邊有好多朋友網購咧，都會先經 Shopback 再去唔同嘅商戶度買嘢。其實 Shopback 咧係一個網購現金回贈平台，上邊已經有超過500個合作商戶。除咗旅遊之外，都有好多其他唔同類型嘅零售商戶嘅。平時日常買外賣啊或者買嘢咧，其實都可以用到。如果你仲未有賬號，即刻 click 入去資訊欄下邊嘅指定 download link， 輸入我嘅專屬邀請碼 uppercase， 新客戶即時就會有30蚊現金獎賞。喺11月30號之前完成登記，新客戶仲可以參加大抽獎，贏取高達價值10萬蚊嘅信用卡簽賬額。如果你係 Shopback 嘅現有客戶，都提一提你，記得喺網購之前由 Shopback 連結去 trip.com， 再照翻你平時咁樣買機票同埋訂酒店，就係咁簡單。喺 Shopback 就可以睇得翻你嘅現金回贈記錄啦。用轉數快就可以將 Shopback 入邊嘅錢轉翻落你嘅銀行戶口，做到真正嘅現金回贈。而且佢最勁嘅就係現金嘅回贈係無上限，即係話你消費得越多，回贈就會越多。加上大家上網買嘢都會簽卡，除咗 Shopback 嘅現金回贈之外，再加埋信用卡自己本身就有嘅優惠，咁就可以做到抵上加抵啦。喺11月21號至23號期間，經 Shopback 上 trip.com 買機票同埋訂酒店，仲有額外嘅現金回贈優惠。新客戶只要完成挑戰，訂酒店會有高達20% 嘅現金回贈，買機票都有高達16% 回贈。而現有客戶訂酒店都有高達15% 現金回贈，買機票有高達10% 嘅現金回贈，咁就可以邊去旅行邊賺旅費。記住，未夠抵即係蝕底，大家快啲 download Shopback 嚟賺下一個旅程嘅旅費啦！跟住我就嚟到同品川隔幾個站嘅東京車站，呢度除咗係一個車站之外，仲係一個有超多鋪頭可以 shopping 嘅地方。我最中意就係每一次連車站都未出，入面已經有超多小店可以行下。之前喺紅磚倉庫都介紹過呢個藝術家，佢所有作品都係獨一無二，親手畫嘅，4000幾嘢就係佢手畫出嚟。呢間鋪頭喺啲商品隔離會擺返每一個設計師嘅簡介，就好似一間可以買到嘢返屋企嘅小型藝術館咁。我真係好中意行東京站㗎，因為真係好多嘢睇嘅。我哋嚟到呢一間鋪頭叫做 Tokyo， 佢係一間集合咗好多日本特色紀念品嘅鋪頭。佢個鋪頭名都幾得意，3個感嘆號代表住3秒、3分鐘同埋3個鐘。意思即係無論你有幾趕時間，定係你有足夠嘅時間可以慢慢 shopping， 都可以喺呢度揾到適合嘅禮物。呢個成條魚咁，但係佢應該係米餅，好得意啊！呢個係毛巾嚟嘅，呢個係印度薄餅嘅鐘啊！我揾緊一個肉球，如果我見到我會買。東京車站有好多呢啲 pop up 類型嘅鋪頭。好多時都係會聯同一啲日本嘅藝術家合作，將佢哋設計嘅藝術品或者係商品擺喺度做一個小型嘅展覽，喺呢度都可以買到佢哋嘅作品。其實我嚟咗東京咁多次，每次都淨係行地下街，好似冇認真抽過時間過嚟睇東京車站。其實東京車站已經有過百年嘅歷史，今日我特登嚟到就係想睇下呢座紅磚建築物同埋影下相，但係估唔到我又遇到落雨。我嘅行程又告吹啦！不過雖然落雨，但係如果想睇東京車站嘅夜景，都仲有另外一種方法，就係佢對面有一個商場叫做 Kite， 上面有一個好神秘嘅地方，好啱睇夜景。Kite 本身嘅日文意思就即係郵票，
呢一棟大樓嘅前身係1931年嘅舊中央郵便局，所以4樓都保留咗以前郵政局長嘅辦公室，而家免費開放俾大家參觀。呢度嘅大窗可以望到東京車站嘅全景。今晚我打算食呢間出名抵食嘅根室花園回轉壽司，不過離遠已經見到佢大排長龍。嚟到最緊要就係攞咗飛先再慢慢行商場，掃返 QR code 就可以喺手機度即時睇返仲有幾多張台輪到你。KITTE由地下 B1 到6樓總共有7層樓，每一層都有唔同嘅商店，當中有好多都係賣日本特產嘅鋪頭。加上商場係走比較高級嘅路線，所以好多鋪頭入面都好有美感。呢間係我之前都介紹過佢其他分店嘅中村正七商店，入面有好多日本職人品牌嘅 product 買，都幾適合買嚟做手信。中意行日本雜貨店嘅朋友，一定要留意呢一間 Good Design Store， 佢係專門賣得到設計獎嘅產品選物店。世界有4大設計獎，其中日本嘅設計大獎就係 Good Design Award， 當中得獎嘅作品就會喺呢間鋪頭入面揾到。Good Design Award 係每年都會評選出一批創意得嚟又好有意思嘅作品，參賽嘅類型都好多元化，無論係家居生活、電子用品定係廚房餐具都有，所以呢度唔單止係適合中意研究日本設計嘅朋友嚟行，就算將呢間鋪當成一間普通嘅生活雜貨店都好啱行。雖然話 KITTE 係一個走比較高級路線嘅商場，但係大家都唔使擔心話所有鋪頭都會高級到消費唔到。其實佢入面都集合咗好多大家平時會見到嘅連鎖店，只不過喺鋪頭嘅定位上會係精緻版嘅路線。例如大家平時會行嘅鄉下屋、無印良品或者 Snow Peak， 呢度都會有分店。再介紹一間好有日本特色嘅手信店俾大家，呢間鋪頭叫做伊織，佢本身係一間毛巾專賣店，專門賣日本出名高質嘅金質毛巾。不過除咗毛巾之外，佢都有賣好多四國愛媛縣嘅土產，例如好出名嘅一六果子撻，一啲鯛魚做嘅織物同埋罐頭，仲有蜜柑汁同埋其他蜜柑味嘅產品。如果大家唔會特登去四國愛媛縣嘅話，嚟呢間鋪頭睇下都幾得意，因為佢啲蜜柑產品都幾齊，例如有好多樽裝嘅蜜柑汁，全部都係用咗唔同嘅蜜柑品種嚟做，每一款都會介紹返佢嘅甜度同埋酸度。當然鋪頭入面會有一大部分都係賣金質毛巾，除咗金質市係日本主要嘅毛巾產地之外，最重要就係呢啲能夠認證為金質毛巾嘅產品，都一定經過5秒必尋嘅品質測試，要證明到佢哋有超強吸水力先至可以掛到金質毛巾呢個名。呢一間鋪頭有超多圖案好靚嘅金質毛巾，除咗實用之外，擺喺屋企用都好靚。當我行街行到差唔多，準備返上去根室花園等入座嘅時候，已經見到今日截咗龍啦。而家等到差唔多9點，下一張台終於到我哋啦。其實根室花園係一間連鎖嘅回轉壽司店，嚟自北海道東部出名漁業嘅根室地區。根室花園嘅其他分店，好似我之前介紹過嘅銀座店，都係長期需要排隊嘅。入座之後，除咗可以攞回轉帶上面嘅壽司，都可以睇返 menu， 手寫單落 order。話咁快就上菜啦！第一碟食嘅當然係我永遠嘅摯愛鯛魚啦。根室花園嘅食材全部都係由根室新鮮直送，每一日都會有唔同嘅本日推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最可惜就係當日我排到隊入去嘅時候，已經屬於比較夜，有一啲想食嘅款式，例如好似海膽咁，已經冇晒啦。不過呢度最好就係可以攞飛排隊，唔使親身企喺門口嗰度等。大家只要拎咗飛就可以去行下街先，手機可以 check 到叫號情況，咁就唔會浪費咗大家旅遊嘅時間啦。雖然因為一啲特色嘅食材賣晒，我都係要叫返啲好普通嘅款式，例如好似熟蝦或者鰻魚壽司，但係佢每一份嘅食材都好厚切，唔單止啲蝦好大隻，鰻魚嚿肉都好厚好肥美，所以以呢個價錢嚟講都抵食喎。根室花園其中一款名物就係醬油漬根子壽司，因為同行有一個好中意食三文魚子嘅人，所以根子同三文魚子我哋分別都有叫到。其實根子即係仲連住卵巢膜嘅三文魚子，兩款食落都有好鮮好濃郁嘅海鮮味。醬油漬嗰一款會再帶啲鹹香，
兩款都幾好食。嚟日本當然要叫埋唔同嘅貝類壽司，咬落脆身得嚟又有新鮮嘅甜味。平時我喺香港想食貝類，嚟嚟去去都係得嗰兩三款，嚟到日本嘅選擇就多好多。北海道嘅蟹都好出名，一定要叫蟹肉蟹膏軍艦壽司，因為佢係即叫即製，上碟嗰時白紫菜仲係脆卜卜。鍾意食蟹嘅話一定要食。另一個推介大家一定要叫嘅蟹類菜式，就係呢度好出名嘅花鞘蟹貼泡汁。上菜嘅時候我冇諗過會係咁大碗。貼泡汁係一道北海道嘅地方美食，嚴格嚟講可以話係北海道根室市嘅鄉土料理。其實每次我去回轉壽司都一定會叫佢哋嘅味噌湯，因為我知回轉壽司店一定會剩返好多海鮮嘅頭頭尾尾掉落去煲湯，個湯一定會有好濃嘅海鮮味，所以我係一定會叫嘅。呢個蟹湯真係鮮甜到我停唔到口。我仲叫咗個蟹蓋夾螺燒，本身我以為會係平時食開嗰種味噌加蟹膏嘅蟹蓋燒，但係原來佢係白汁加芝士，一種比較洋風少少嘅做法，同我預先以為嗰種味道有啲唔同。佢食落比較似日式嗰種 Doria 焗飯嘅感覺。食完壽司最尾叫返個熱食暖下肚啱啱好。最後我哋兩個人食咗18碟，埋單總共係8100 yen 左右。至於你問我排長龍嚟食值唔值得，我食完都覺得係好食嘅，但係我會建議大家可能揀下晝或者早少少嘅晚飯時間過嚟食，因為好似我今日太夜嚟，真係會有好多熱門嘅食材食唔到。今次我喺東京住呢一間酒店，係星野集團今年4月先至新開嘅五反田 OMO5 酒店。同平時嘅 OMO5 酒店一樣，每一間都有唔同嘅主題。今次呢一間就用咗五反田嗰種充滿住熱鬧餐廳嘅感覺嚟做設計。呢一間酒店另一個特色就係喺 check in 嗰一層有一個好大嘅空中花園，仲有好多可以俾大家坐低休息下傾下偈嘅 open area。同大家睇下我今次住嘅房型，呢度就係我哋間房啦。而家同大家做一個 room tour。咁一行到入嚟門口呢，其實呢一個位置呢就已經要除鞋噶啦。咁除鞋入到嚟呢，左手邊應該就係洗手間，浴室入邊係咁樣嘅，廁所就喺浴室隔離，係另外一個分開嘅空間嚟嘅。玄關另一邊咧，都係好似平時 OMO 嗰啲酒店咁樣，係一個掛衫同埋着鞋嘅位。行到入嚟咧，今次我呢個房型咧就比較特別啲，係分咗上下格床嘅。樓梯上邊係一張床，下面係另一張單人床。喺窗邊呢度咧就係一個梳化位，其實應該都可以瞓人嘅。出邊就係五反田嘅夜景。呢一間酒店最特別就係做咗一啲復古嘅設計，有少少華燈初上嗰啲感覺。喺房入面都有一個咁樣嘅燈箱。我頭先食咗一個我人生中最後悔嘅一個拉麵。我諗由我小朋友之後，我已經未試過叫一個拉麵係會食唔晒。但係頭先我試咗一間拉麵，我食第一啖我已經覺得自己食唔完嗰一碗麵，因為真係好鹹。佢比正常拉麵嘅鹹度鹹咗超過20倍。最後嗰一啖麵就會含翻一啖水。食到一半之後，我覺得咁樣落去唔係辦法，就算唔好意思我都要咁做。倒咗2杯水落去個湯底嗰度，溝稀啲個湯。但係我倒咗2杯完整嘅清水落去之後，個麵依然都係咁鹹。最後我真係食唔完，剩翻半個麵。隔離嗰個幫我頂咗。離開之後佢同我講，佢話原來見到煮麵嘅時候，個拉麵師傅會將1羹完整湯羹嘅鹽倒落去碗麵度，所以真係鹹到我冇辦法再食。但係啲人號稱呢一間拉麵係五反田最好食嘅拉麵，我食完之後我唔會推薦大家去食，真係鹹到不得了。食翻個雪糕氹自己開心先。呢個係檸檬綠茶味。佢中間白色呢一個係雪糕嘅質地，但係側邊圍住嗰啲綠茶係雪巴，夾埋一齊食嘅話會食到2種唔同 texture。佢個綠茶咧冇做啲特別多餘嘅甜味俾佢，真係食得翻個茶香。個甜味純粹係嚟自中間個雪糕，幾特別。今日嘅 OOTD，今日着黃色衫。
個布款近睇有少少拼咗圓點圖案，中間有少少束腰位，好似拼布設計，但其實佢係原本同一塊布嚟。諗緊攝唔攝衫好？如果攝衫就好似顯高啲，但係攝咗好似就睇唔到佢呢個束腰效果，都係唔攝咯。唔攝就 casual 啲。今次我訂酒店冇包早餐，但係其實酒店大堂都有餐廳嘅位置，可以自費喺度食下嘢或者飲下嘢。喺呢間 OMO5酒店樓下仲有一個大型嘅 food court， 入面有好多餐廳。本身應該係附近有好多上班族都會過嚟呢邊食飯。當然大家住呢一間酒店都可以去食，不過啲餐廳都唔會開得太夜。今集就嚟到呢度結束啦。如無意外，下集將會係我嘅拼台東京市集全紀錄。大家有睇到嚟呢度嘅話，記得幫我俾個 like 同埋留言話俾我知。最重要係有好多訂閱咗我嘅朋友都仲未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快啲去追蹤一下，唔好錯過我嘅日常更新。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